美国的年轻人现在变成了穷鬼世代，穷鬼世代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呢，想跟大家来从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最近的一个令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表现来看，美国的年轻人现在面临到了多大的困境。近来呢，我们去讲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然后你看到似乎呢，以现在的经济状况来看，你会觉得哇，美国一面倒的获胜，中国还陷入通缩呢。但是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其实要带来看看两个国家年轻人其实都很辛苦，而且呢，比起中国年轻人来讲，美国的年轻人他们面临到的世代之间的掠夺，可能还更严重一些。如果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往后看30年后来比较一下中国的年轻人跟美国年轻人，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好，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哦。美国年轻人到底有多惨？好，我们先来从美国最近来的这个殖利率来看哦。最近你说，哎呀，美国这个降息啦，那通常呢，美国的这个宣告降息了之后，他们的一个公债殖利率呢，也应该要往下走，对吧？这才合理嘛。结果没有想到不是耶，近来大家发现说，美国的这个公债殖利率还在继续往上，然后你就觉得很 confused。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公债殖利率还在持续往上呢？明明都降息啦，川普总统希望赶快降息，不就是公债殖利率也要往下降，让政府负担的一个债务的利息可以少一点，让他们轻松一点。结果都降息了，公债殖利率还在往上走，政府还是依旧要负担好贵的利息，到底为哪桩？我们先来看绝对数字啊，在已经宣告联准会降息了之后，美国的公债殖利率10年期上涨了0.5%，30年期上扬了0.8%，那大家就很觉得到底怎么回事？有这么一说啊，他们说呢，美国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个债券义勇军，或者呢有人讲说在债券义警，什么意思啊？就这群人，他们觉得我们要伸张正义，政府的财政如果政策做不好，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惩罚政府呢？我们就是抛售债券。抛售债券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公债殖利率就会开始往上走，往上走又有什么状况呢？就政府要承担很贵的利息。于是乎呢，这些债券义勇军，它这个抛售债券的一个状况，让公债殖利率往上，然后政府就会很痛，政府就说啊，好了，你们要什么都 OK 啦。然后呢，这个债券义勇军又把债券给买回来，公债殖利率又下降，然后政府又轻松了。好，大概是这个逻辑。好，那于是呢，现在他们就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呢，它举债太多了，借太多钱了，还不出来了，所以你现在还降息还宽松，所以呢，债券义勇军又开始了，所以要让政府很痛，这才是为什么这个殖利率一直维持很高。这是美国现在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好，但是呢，我们讲回来，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美国长天期的公债那么不看好？为什么这么不买川普的单？因为现在大家觉得美国的一个举债实在太惊人，美国的债务38兆的一个借贷啊，这个债留子孙的一个状况，应该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一个情形了哦。那当然呢，你现在觉得这个政府啊，这个美国政府借很多钱，然后呢，你不能讲他好大喜功，借很多钱，那当然理由都是我要这个继续促进我这个政府的一个这个经济发展啊，所以我要扩大投资啊，那我要投资没有钱啊，那我就去举债来啊，那这个举债借钱来，然后继续投资，我是为了国家耶，为了国家好哎。但是呢，你这个举债一时爽哦，等到要还钱的时候就火葬场了哦。现在美国差不多已经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来看现在近来有非常多的一些机构、法人、财经的一个专家。大佬，大家不约而同都在警告美国的举债太多了，美国的债务太惊人了。好，我们带您看到经济智库，美国呢有一个经济智库叫美国行动论坛，他们就说了，这样一个债留子孙的状况，最后会导致美国年轻人面临到很凄惨的情形，就是美国经济成长可能也很难再继续往前走。然后呢，他说，这个利率又维持在这么高，你看那个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一直那么高，公债殖利率呢，这个是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那也是很多民间借贷、企业借贷很重要的一个基准。所以呢，当美国的
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一直维持在那么高的一个状况底下呢，你几乎我们就简单来讲，整个国家的举债成本都会很高。那举债成本很高的状况底下，你就很难继续经济发展。你要在一个举债成本很低的一个状况底下，大家会愿意借钱，然后去创业嘛，愿意借钱去投资，你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才可以往前走。所以呢，当你这个公债殖利率、举债成本一直在很高的一个状况底下，你国家很难发展的。好，那于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济智库就警告，经济成长会不好，然后呢，你的这个利率呢也会变得很高。那你说一个国家都没有发展的话，薪资水平怎么可能高？那这一切加起来叫做年轻人没希望。好，那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里欧他也这样讲，他说现在美国呢这个债务危机很高，举债的一个幅度这么高，那叫做经济上的心脏病。他指你这样子，他就简单给大家一些数据，你听了你就觉得说很恐怖哈。他说美国的这个财政年度从10月份开始的嘛，那当然看到了现在是时间来到2025年年底嘛，就这一两个月，美国政府遇到一个什么状况呢？每周他们呢都要付他们之前的那38兆国债的利息。你知道他一个星期要付出的利息高达100亿美元，一个星期哦。第2个星期再100亿，第3个星期再100亿，第4个星期再100亿。这什么意思？美国政府几乎所有钱都在还这些利息钱。好，还利息钱呢？好，那你有钱当然没话说嘛。但是现在面临到你要还这些利息钱，你就有些钱没办法花了，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1个月的薪水这个拿了薪水5万块，5万块呢，我要买了一个包，我就不能吃这个大餐，我要吃这个龙虾，我可能没办法买那个包，这个钱就是这样嘛，用了这那就没了嘛。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什么东西它正在撙节开支？教育预算。教育预算呢就没那么多钱，因为我钱拿去付利息嘛。好，于是呢你就看到了教育预算被排挤了，你看到美国的基础建设的预算被排挤了，你看到美国科学研究的预算被排挤了。我为什么举这3个例子？当然有很多更多被排挤的预算。这3个预算对一个国家来讲，那叫做培养国家未来发展的能力、发展的潜力。你要很好的培养你的人才吧，你要让孩子有接受教育，然后呢，你要看到了这些，比如说基础建设要很重要吧，科学研究你一时之间不觉得它怎么样，但是长期而言你就是要投资，然后你有科学的进展，然后你的整个国家发展才会往前嘛。所以呢，你看这些的预算被排挤了。一时半刻你看不出影响力，但时间久了，你再回头看，哎呀，我们10年前就是没有发展什么，所以现在没了。哎呀，我们10年前没有培养人才，所以我现在没有人才了。这些都是国家未来的潜力，未来发展潜力，现在呢就通通被扼杀了，因为他钱全部要拿去付他的利息。所以他们说，当你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债务这么高的时候我们通常美国人很无感，对不对？都觉得哎呀还好啊，那反正也不用还啊，那以后的人还啊，对吧？但是呢，你看到了。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跳出来说，那个严重性会非常严重。10年后、20年后、30年后，当美国没有持续在投资这些会让他国家继续发展的一些项目的时候，你再回头看，不好意思，来不及了。好，这个是国家影响力这个潜力的流失。好，那另外一说呢，我们来看到，那你当然就讲说，那赶快把钱还一还，对，那要钱啊。好，那这件事情呢会继续延伸，叫做世代掠夺、世代公平性。我们看到，为了要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川普做很多事嘛，他希望引导利率下降，然后希望把殖利率往下，希望政府不要付那么多利息。那不要付那么多利息呢，他就是让公债殖利率往下，不就不要付那么多利息嘛？另外一说呢，他说我要来解决的是税改问题。近来呢，川普提出的税改问题这又是让年轻人真的太倒霉了。我们来看他这个税改，表面上看，他说，哎呀，我这个减税。我这个减税，大家这个税少缴一点，然后你听了就很开心，对不对？我们这个一般这个没有想很多的一般平民，只要听到减税我们就高兴哦。好，但是呢，他说要减税又有人抽丝剥茧了。常常我们看事情，你不要看表面我常常这个视频当中告诉他，我喜欢带大家看到更深一层。那我们就来看到减税，你说减税还有什么更深一层？有啊，同样是减这样的一个税率，但是年龄不一样的人。他受到优惠不一样，
对吧？都是减税。好，然后呢，这个川普说我们要这个增加3兆美元的国债，我又借钱，不是来讲债太多嘛？我又借钱，然后他说我们要来好好发展，然后呢，他说我这个要让大家这个减税，你不要这个缴很多税给我，没问题，我再去借好，那你去借，好，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大家觉得又是年轻人倒霉，一样的减税，年轻世代他的一个薪资水平。是不是一定没有那个比较年纪大一点、有经济基础的人，他一样是这个减税好了，我们一样减税2%，举例好，一样减税2%。那我这个年轻的人，25岁的年轻人，我这个薪水呢，可能 maybe 这个2万块钱美金，好，但是呢，我已经有这个工作了20年的人，我这个45岁、50岁的人，哎呀，我的薪资可能是10万美金，好，那你说我们都是减税2%。谁减的比较多？是不是很简单，对吧？所以你就看到了，川普这次的税改这个政策，就让大家说，就是根本就是优惠那群有钱人，就是优惠他的朋友。好，那年轻人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嘿嘿，我也减税了，但你真实际想一想哦，就是好像还是也这个优惠到那些有钱人了哦。那但是呢，这些年轻人呢？川普是去借钱来，然后让你们少缴税，他维持政府的开支嘛。那借的钱，你觉得谁要还？现在已经50岁的人，他借的这些国债可能20年后才还，对吧？你看刚刚20年期、30年期的国债嘛，20年后才还。我现在都50、60岁了，那20年后、30年后的国债，关我什么事啊，对吧？你们去还，年轻人去还，所以年轻人还傻傻的说哇减税好开心哦，你有没有想到啊？你这个减那一点点税，然后借的钱以后都你还。你以后负担的这个债务非常高，所以呢，大家不要太开心。于是呢，大家说这叫世代掠夺，因为呢，你这个掠夺了年轻人的一个这个福利，然后呢，让这些现在比较年纪长，然后有经济实力的人，他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呢，这是川普的税改啊，这一次呢，也有很多人开始说，哎呦。这个大家要认真看一看啊，到底里头这些年轻人也会有多凄惨？他会伤害的呢，就是这些年轻人，伤害的是比较低收入的人，因为呢，全部获利的都是那批有钱人。好，那这个世代的一个掠夺呢，还要继续往下。近来，川普说，这个美国怎么大家都买不起房？不担心。这个美国呢，通常他们的这个房贷的一个这个期限是30年期，然后呢，这个川普说，我给你50年期，好不好呀？这样你这个买房子负担可以轻很多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对啦，我是花50年的一个贷款，然后去买一个房子来，但是换而言之，我要背贷款，我要负债50年呢，过去只要30年，现在50年啊。然后川普还很开心的说：“你看，你这样就可以买房子了。”但是呢，其实啊，买房子有没有这么重要？过去呢，在美国人他们心目中，其实房子都是他们的核心资产，就是最重要的那部分。那是因为那年代的房地产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涨幅。可以 cover 掉通膨的一个这个数字的，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们的房地产其实它涨幅也没那么好，而且他们的贷款利率很高，平均都是6%以上的。然后呢，6%以上，然后你说通膨这个2%啊、3%的，其实呢，你这个房价也赚不到，房地产赚不到钱，然后呢，这个负担又非常压力重，所以呢，大家也不买房了。好，那大家也知道，房市也是经济发展很重要火车头，所以呢，川普也希望他们大家年轻人也买个房嘛，对吧？但是呢，年轻人买不了房，买不起，所以你看到了，还有另外一个数据要告诉大家，近来呢这几年来，这个你发现这个美国他们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世代投入到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投资。好，那你以为说，哎呀，跟上流行买股票，哎，不是，那是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啊。好，买不起房呢，大家反倒是去觉得股市是一个很好入手的一个投资方式了。所以你看到一些数字哦，在今年他们去统计25岁的美国年轻人，他们呢开始去投入股市的一个比例大概有37%，那比2015年大概10年前只有6%，哇，这是成长6倍。好，这6倍可能过去
他们是要去买房的，这个有他第一桶金要买房，他的核心资产，但现在买不起房，所以他就把钱拿来放到股市当中，开始炒股，开始买股票。所以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连在一起看。你以为美国的资本市场哇，你看创新高，大家都来买股票啊？为什么？因为买不起房啊。其实买不起房，并不是像我们表面上看到美国金融市场欣欣向荣，哇，好棒。其实呢，它的底层的一个这个逻辑是买不起房，所以才来冲股市了。所以呢，你不要看到表面上你就觉得哇，美国经济好像好棒好棒。所以呢，我们要带您来继续往下看，看美国现在年轻人有多凄惨哦。美国呢，其实他们现在呢，因为经济状况不好，然后呢，不是像什么 AI， 你知道 AI 也都是那些头部的企业哦，这个很棒的企业很棒而已哦。其实在美国也有这个7成8成的人，他的工作是跟 AI 沾不上边的，那他就非常辛苦了，对吧？所以呢，很辛苦的状况底下呢，现在美国也出现了穷鬼经济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人形容说，现在美国年轻人叫穷鬼世代。过去他们在这个网络上，像 TikTok 当中，他们炫富。你看这个前几年经济还不错的时候，炫富，有没有拿名牌包啊，穿金戴银啊，这个撒钞票啊，这个躺在金条上啊，各种。但是你现在去看 TikTok，这些美国年轻人，他们开始崇尚的是，我不用花那么多钱。然后他们有一句这个 slogan， 他说这些媒体。这个 TikTok 他们都在骗我们这些年轻人做一件事，就是呢，拿我没有的钱去买我不需要的东西。再听一次，拿我没有的钱去买我不需要的东西。什么叫你没有的钱？就叫你这个去刷卡嘛，对吧？去刷以后的钱，但他可能永远赚不到那个钱，所以呢，他就是用我没有的钱，然后去买一堆我不需要的奢侈品。所以他们现在崇尚的就是我买一些我买得起的东西，然后呢，我不要做一些过度的消费，甚至他们连这个社交活动都不要了。他们觉得出去跟朋友吃饭啊，压力好大啊，压力好大，因为我可能会遇到这个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朋友啊，我压力好大，或者是我要去做一些过度消费，他就不想去吃那家餐厅好贵，但是为了要跟你这个见面，我又得出去，哎呀，算了，装病好了，不，就在家里头了。所以呢，你就看到现在在美国的一些年轻人有很多放弃社交的状况，甚至呢，他们也形容自己叫这个老鼠人。这个老鼠人这个词在中国啊，这个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很流行嘛。过去大家叫躺平，躺平呢是一种态度。消极抵抗的态度，这个躺平。但是呢，现在老鼠人他更具象的形容一个人的生活形态了哦，就跟老鼠一样。对啊，但很多人窝在自己宿舍里啊，或窝在自己床铺上，然后一整天就滑手机，尽量不要动哦，就跟老鼠一样。就在那个地方。好，那这个老鼠人呢，现在不只是中国有，美国也有了啦，也都类似的状况。甚至呢，我们带您看美国这个老鼠人的一个这个所谓穷鬼世代呢，他们还衍生出了一些这个很妙的一个社会现象啊，过去呢，在美国有很多的1元商店哦，这个 Dollar Shop， 那有2家很知名的连锁，一个叫做 Dollar General， 然后还有另外一家叫做这个Dollar Tree， 好，这2家公司都是有 IPO 的公司，他们进来呢，在美国的一个股价一直飙升哦，很厉害，这个2025年辉达股价涨了35%，你觉得它已经好棒，但这2家 Dollar Tree 跟 Dollar General， 好，这家的Dollar Tree 呢，在这个去年2025年，它股价涨了55%，那 Dollar General 呢涨了65%，你就知道哦，生意变这么好，为什么？因为呢，大家都来买那个1块钱美金的便宜商品，性价比 CP 值高的东西就买这个，因为太贵的买不了了啦，逛什么百货公司不好意思，没办法那样消费。然后呢，去一般的什么 Walmart 买，哎，那还太贵，直接到最便宜的1块钱美金就可以买到的一些生活用品，都到这些店里来消费了。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在这个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在世代掠夺的一个状况底下哦，他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辛苦了哦。当然呢，你现在你表面上去看。美国的那些公布出来的经济数据哇多棒！你看金融市场哇创历史新高，然后你看到那些 AI 产业所有的领头羊全部都在美国，但其实美国的经济真的有我们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吗？美国的债务这么庞大，接下来会发酵的很可能是接下来发酵在年轻世代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世代掠夺了，这是
美国年轻人要遇到的状况，那当然中国年轻人有中国年轻人自己要遇到的状况，状况不同，但一样都很辛苦。好，这是今天呢帮大家整理的哦，这个美国年轻人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跟美国的债务这么高，到底呢它的遗毒会怎么样慢慢发酵？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了，我们下回见，拜。